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近期已经出现了新的工兵统帅秦始皇还有沙普尔一世。那当新统帅出现之后，我相信大家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又是中国统帅。老实说，现在中国统帅是真的多得有点离谱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的部队里面呢，我觉得至少都有4-5个中国统帅吧。那么在去年的8月呢，其实我有做过一个影片，说到底有多少位来自中国的统帅，有多少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统帅。那时候中国统帅都已经很多了，那隔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计算。那么这一次的计算会更加精细一点。因为上次的计算呢，有一些综合统帅又或者是一些领袖统帅我是没有计算在内的，还有包括远程统帅。那么这一次的列表，我是把所有传说等级的统帅都计算在列表里面了。那为什么只有传说等级没有包括史诗等级呢？因为有一些史诗等级的统帅都已经变成金色了，也就是批化了，所以就变成说可能那个数量上面可能会有重复，又或者是有一些统帅的数量会比较少一点。所以这里我只是计算金色的统帅而已，没有包括紫色的。那我们看到这边数量最多的依然还是中国统帅。那目前中国统帅已经有11位了，这个还没有包括孙武。像骑兵跟步兵统帅各有3位来自中国的统帅，然后工兵有2位，综合也就是辅助统帅花木兰1个，领袖统帅里面就有2位，包括武则天还有吕布。那当然如果加上吕布的太太也就是貂蝉的话，这边又多出了1位，所以如果算上紫色总共是有13位，但是我们只是计算金色嘛，金色都已经有11位了。第二个最多统帅的文明就是不列颠啊，毕竟不列颠他们的历史也是蛮悠久的，所以推出不列颠统帅的数量也是蛮多的，像骑兵就有2位，步兵也是有2位，但是工兵就已经有3位了。所以不列颠统帅专注在工兵比较多一点，反而中国文明的统帅在工兵就稍微比较少。在秦始皇还没有出现之前呢，就只有诸葛亮1位而已。第3个文明就是法国，那法国这边也是骑兵统帅比较多，就包括贞德、艾莉诺、贝特朗，还有包括查理马特、查理曼这2位爷孙也是在这里。拜占庭也是骑兵居多，像是查士丁尼、贝利，并且查士丁尼跟贝利就是主臣关系。步兵就只有君士坦丁，然后完全没有工兵统帅，领袖就包括波罗托跟迪奥多拉。接下来轮到罗马，原本我还想着说罗马比较多，但是因为它跟希腊2个是分开，所以就看到统帅比较少一点。但其实如果把罗马跟希腊加在一起的话，也是比中国统帅还要更少少1位。罗马有5位，然后希腊也是有5位，但是中国有11位。那罗马跟希腊比较多的统帅都是在步兵啊，你们可以看到超级多了，基本上这里一眼望过去全部都是步兵统帅，就只有几位是领袖统帅，比方说图拉真、凯撒还有腓力2世，就只有这3位是领袖统帅，然后全部都是步兵统帅，也就是有7位步兵。所以在万国觉醒中，罗马跟希腊都是以步兵为主，但历史上也算是啦，因为他们用长矛跟刀比较多，并且在万国觉醒中，罗马跟希腊文明主要也是提升在步兵方面。但是比较奇怪还是中国啦，中国明明是提升工兵啊，但是他们比较多是骑兵跟步兵接下来轮到韩国啦，韩国就比较多统帅都是来自工兵，就包括李成桂跟崔莹，就只有1位佗俊金是来自步兵，善德女王属于综合，然后李舜臣属于领袖。接着就是日本统帅，日本统帅也是骑兵比较多吧，像是武田信玄还有源义经。德川家康是步兵，本多忠胜是领袖，然后石田三成是综合。这一剩下的文明都是低于3位统帅的，像有包括中东国家、阿拉伯、埃及，还有奥斯曼，数量都是比较偏少的。那其他地方就包括西班牙、德国、玛雅还有维京。那当然万国觉醒的统帅不只有这里而已，还有包括其他统帅。我是没有想到官方选择这么多的地区来设计统帅，有些甚至不是国家，可能只是一个区域而已，又或者只是一个时期。这里看到地区重复性比较高的就是蒙古，那其实我个人也是蛮希望官方能够推出蒙古文明的，因为蒙古也是有蛮多很厉害的统帅，而且铁木真是真的有必要重新设计啊，铁木真真的是设计的太烂了至于其他统帅普遍都是来自一个地区啊，就比方说像有匈奴，这个是比较罕见的，或者巴比伦啊、迦太基。比较让我感到意外就是蒙特祖马一世，我原本以为他是玛雅文明的统帅，原来不是。
还有包括杰斯卡，我原本以为他是法国统帅，原来他是来自捷克那一边的统帅，不过在他那个时期是叫波西米亚。当然因为有一些统帅他的出生地点跟他生活的地点不一样啊，所以如果这边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不过你们可以发现到为什么有一些统帅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绿色、黄色、蓝色、红色，这些是为了我方便去区分这些是什么兵种的统帅。那你们可以看到最多没有文明的统帅就是工兵，也就是黄色的区域。工兵有9位统帅，都是来自不同的文明。那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之前做过的另外一个影片，就有说过统帅的平均年龄的话，就可以知道其实工兵有很多统帅都是历史很悠久的，甚至是无法考证他们的年龄到底有多少的。所以基本上你们可以理解为，只要那些历史比较悠久的统帅，官方都会丢去工兵那一边。然而步兵就只有2位而已，兹诺比亚跟萨尔贡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其他统帅都是有多数文明在游戏里面的。但是看到这个列表，可能有一些观众就会说，蒙古统帅都有2位了，照理来说应该可以放在前面的列表，为什么放在这里？因为在游戏中是还没有出现蒙古这个文明的，所以只能把他们编排在其他统帅那里。那等之后官方增加了蒙古文明的时候，我们再把他们搬回去好不好？那其实我觉得中国统帅跟不列颠统帅是不分上下的，虽然还是差一点点数目啦。但为什么比较少玩家去抱怨不列颠的统帅比较多的问题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列表，这个列表所显示的统帅全部都是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最强队伍搭配里面的统帅。看了之后你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比较多玩家投诉中国统帅太多了，因为我们这边是7个队伍的组合，然而你看到中国统帅已经有5位了，就是说你7个队伍搭配里面只有2队是没有中国统帅之外，其他的队伍都一定有中国统帅那没有中国统帅的队伍就包括亚瑟王搭配威廉，还有包括远程统帅加差马达跟贡沙洛。只有远程跟一队骑兵统帅是没有中国统帅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有。那现在还在使用的不列颠统帅就只有3位，所以大家没有时常去抱怨不列颠统帅很多的问题。反而中国统帅就太 OP 了，基本上每个队伍一定有中国统帅，中国统帅就等于很强的意思。那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官方会设计这么多中国统帅。那其实官方设计每个统帅呢都要去考证他们的历史，就是说他们必须要了解这个统帅的故事背景，要如何去设计他们的服饰、他们的样貌。如果设计的不恰当的话，就会遭到玩家的反对或者是反弹。像是之前设计的拉普，就有玩家说设计的太丑太难看了，那我不确定菲律宾的玩家有没有去投诉这件事情啦。那最后官方是改了他的设计。另外一个消息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听观众所讲的。那因为我是很老的玩家，所以我知道当初官方其实他们想要推出哈利德的，但是听说遭到穆斯林玩家反对。因为哈利德的地位其实在穆斯林的心中是很高的，他是先知的左膀右臂。或许他们是觉得说把这个在穆斯林心中地位这么高的统帅设计在这个游戏中有一点贬低的意思啦，所以最后他们把哈利德换成巴加尔，就变成说官方他们设计一些统帅可能原本的造型或者是设计就不能再用了，他们必须要重新设计过。万国觉醒的开发公司就是乐狗，乐狗是来自中国的，对他们而言最容易获取资料的就是中国嘛就是中国统帅，也比较了解自己的文明，所以在统帅设计上面呢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虽然当时候项羽设计出来有不少的玩家吐槽说很像张飞啦，那当然我也是希望之后能够推出更加多不同文明的统帅啦，不要一直推出中国统帅，中国统帅太多了策划，因为在不同的文明之中还是有很多很强大的统帅的，并且推出更多文明的统帅呢，也可以吸引到当地的玩家来玩这个游戏，不然这个游戏真的要变成中国觉醒了，不是万国觉醒。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遗漏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